最近啊，彭博社发了一个重磅文章，把中国年轻人集体停缴社保的事情给曝光了。大家知道有多少人停缴吗？根据彭博社分析社科院的数据，已经高达数千万人，这个数字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你看啊，2024年前10个月，中国2个基本养老计划的增长只有可怜的 2.3%， 总共才增加了5420亿。这跟前2年动不动就2位数的增长比，简直是天上地下。就连参与的人数增长也才 1.3%， 连2019年的一半都不到。而且这还是官方公布的数据，实际情况只会更糟糕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来听听一位22岁的网红怎么说。他说，对现在年轻人来讲，给养老基金缴钱没有意义。为啥呀？因为等我们这一代退休的时候，养老金早就见底了。这话说的可一点都不夸张。大家想想，联合国都预测了，到2035年的时候，中国60岁以上老人会突破4亿，比美国、加拿大人口总和还多，占中国总人口的 29%。4亿啊，这么多老人靠什么养老？就靠我们这些年轻人缴的那点钱。更要命的是，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。我给大家讲讲为什么现在停缴的人越多，政府就得从还在缴费的人身上收更多的钱来填补亏空。你缴的多了，不就更想停缴了吗？一个人停了，另一个人的负担就更重，负担重了就更想停，这不就陷入恶性循环了吗？难怪这几年社保缴费基数涨得飞快，政府也是没办法，只能不停提高缴费基数来增加收入。但这样一来，不就更刺激大家停缴了吗？这不是在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说到这儿，我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个段子。一个年轻人说，与其把钱交给养老保险，还不如我自己存起来。就算到时候通货膨胀，钱贬值了，至少本金还在我自己手里，听着是不是挺有道理的？但问题是，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会让整个养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。社科院的专家都说了，如果不赶紧改革强化社会保险体系，中国的养老金亏空问题会比预期的更严重。这话说得多客气啊，我给大家翻译翻译，再这么搞下去，养老金迟早要崩。大家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等养老金崩了，那些还在交社保的老实人是不是最倒霉？所以现在年轻人宁可自己存钱，也不愿意把钱交给养老保险，其实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。要我说啊，这种情况不是1天2天能改变的，除非政府能拿出真金白银来填补亏空，否则这个恶性循环只会越来越严重。到时候别说4亿老人的养老问题了，就是现在的退休人员能不能按时领到养老金都是个问题。这是闹的，是不是挺吓人的？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政府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说实话，我真没想到现在银行都敢这么干了。12月15号开始，全国各地的储户纷纷收到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，说他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已经开通了。这是闹的，简直是哭笑不得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山东济宁的刘先生一大早收到中国银行的短信，说已经按照他的预约申请完成了养老金账户开户。问题是，人家压根就没预约过呀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个账户还是在济宁开的，而他本人的银行卡是在东营办的。这不是胡来吗？不光是刘先生遇到这种情况，我特意去黑猫投诉平台查了一下，就这一个问题的投诉已经高达468条，而且投诉的对象可不是小银行，全是些大行，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兴业银行都在名单上。为什么银行敢这么干？原来是为了完成任务。一个银行员工透露，
他们每人每天必须完成5户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户任务，完不成就得加班出去拉客户。任务完不成怎么办？有的员工干脆自掏腰包，每开一户给客户发30块钱红包。你说这银行员工也够难的，为了完成任务都快倾家荡产了。但是更过分的还在后面。天津的一位杨先生投诉说，兴业银行给他开了账户，可他跟这家银行连业务往来都没有过啊，这不是成了耍流氓了吗？有意思的是，这些银行开户的套路还挺多，有的是趁你办其他业务的时候，悄悄帮你把养老金账户给开了；有的是在 App 上把养老金账户设成默认账号，等你一不小心存错了钱，想转出来还不行。最离谱的是，有银行员工都跟客户明说了，你就开个户得了，别往里存钱，还有银行直接送购物卡，开户就给200块。这不是明摆着刷数据吗？但你们猜怎么着？就在2023年9月，《经济日报》就报道过这种乱象了。那时候就有大量储户被莫名其妙开了账户。这都过去快半年了，不但没整治好，反而越演越烈。为啥会这样？因为中国的养老保险已经亏空得太严重了。政府现在是想尽办法要找钱填窟窿，这不就想出了个个人养老金的点子来。表面上说是让老百姓自愿参加，每年最多可以存1.2万，到退休了才能取。但问题是，现在老百姓日子都不好过，哪有闲钱存养老金啊？一位姓王的大哥说得好，连吃饭都成问题了，还管他养老不养老？现在看病都是小病自己扛，大病等死，哪还有钱存养老金？说到这儿，大家明白为啥这些银行这么拼命开户了吧？因为上头给压任务了呗。银行完不成任务，领导的帽子就要摘；领导完不成任务，他上头的领导又该找他麻烦了。所以啊，这是说到底就是政府想让老百姓的钱给他们解套。可是你们想啊，现在的养老金都能亏空，谁敢保证这个个人养老金以后不会出问题？更何况银行还来这种强开账户的操作，这不是把最后一点公信力都给败光了吗？说实在的，我建议大家，如果发现被银行偷偷开了养老金账户，赶紧去注销。你不注销，指不定哪天钱就存进去了，到时想取都取不出来。毕竟这可不是一般的存款，是要等到退休才能动的钱啊。说到这儿啊，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，银行不是在给高利息吗？我看有的银行存养老金，5年期能给到4%的利率呢，这不挺划算的吗？且慢，我给大家算笔账。光看这个利率确实挺诱人，比普通定期存款高出不少。江苏南京的一些城商行，5年期养老金存款利率能到4%，3年期也有3.5%。不少银行还搞促销，工商银行说，首次开户存10块钱就能抽最高288元红包，累计存满1.2万还能抽588元。邮储银行更狠，号称最高能给660元奖励。但是且慢，这钱真的能那么容易拿到手吗？且不说这都是抽奖，就算你真存进去了，这钱也不是想取就能取的。有个网友说得好，你想他的利息，他想你的本金，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按规定，这个钱只有到退休年龄才能领。而且就算到了退休年龄，想一次性取出来，还得扣3%的手续费。这么一算，那些高利率是不是就没那么诱人了？更重要的是，大家想想，为啥银行突然这么大方，一边强行给人开户，一边又给高利率？这不是有点反常吗？这里头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中国养老金亏空已经快到极限了。社科院估计2035年就耗尽，但说实话，很可能比这个时间还要早。现在全国已经有数千万人停缴社保了，你说这窟窿得有多大？第二，
你以为这钱存进去就稳稳当当的放在银行？错了，据官方统计，这个所谓的个人养老金有900多种投资产品可以选。说白了，就是要把你的养老钱投到各种金融产品里去，这就是在诱骗老百姓购买金融产品。近些年，中国这种金融产品暴雷的还少吗？整个金融业都已经危机重重了，现在是想让老百姓的钱来填补窟窿。再给大家爆个猛料，知道为什么近期房地产一直在崩盘吗？因为很多地方的养老金都投进了房地产，现在房地产暴雷了，养老金自然也跟着亏损了。这么想想，你还敢把钱放进去吗？有人说了，这不是党和国家在搞的政策吗？应该不会有问题吧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前段时间理财产品暴雷的事，大家都还记得吧？当时银行也是打着保本的旗号在卖，结果呢，最后不照样亏得血本无归？不光是我这么说，连民间都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庞氏骗局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这钱根本就不是真的用来投资，而是在用新的存款来填补旧的窟窿。这不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吗？最让人心寒的是什么？是现在的养老金给退休工人发工资都成问题了。东北好些地方都已经发不出养老金了，不得不找中央要钱。这种情况下，你觉得这个新搞出来的个人养老金能保证安全吗？我给大家提个醒，与其把钱放到看不见摸不着的养老金账户里，还不如自己攒着，至少钱在自己手里，什么时候用都行。你要真想为养老做准备，买点黄金、外汇，甚至是国外的养老保险，都比这个强。最后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个个人养老金，说白了就是政府解决不了养老金亏空想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计。但问题是，你连老本都守不住了，新设的这个制度又怎么可能管得好呢？所以啊，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，别到时候养老钱没了，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。就像有位网友说的，历史告诉我们，但凡说是对大多数人好的事，背后都有个巨坑等着你去填。这话虽然扎心，但说的一点都不错。